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我们要做的测试是这颗从台北市来的 W201 2.3 16V 的4缸分摇盘的故障检测。我们都很好奇，霸高啊 W201。它标准的是M102 引擎4缸引擎的 8V， 那 2.3 16V， 那它跟 2.3 的 8V 又有什么样的差别哦？那我们大家都很好奇。因为在将近30年前的德国房车赛 DTM 那宾士的 W201 跟 BMW 的 E30 当时是一个很轰动车坛的大对决。那当时宾士用的就是W201 的 2.3 16V， 到后期也用到 2.5 16V， 然后呢又改成其他的装置那无论如何，我们市面上能够买得到的都是2.0 或 2.3 的 8V， 那 16V 因为它物以稀为贵，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好奇。那以大哥的经验来讲，首先我们知道 2.3 的8V 它的马力大概在130多匹，那 2.3 的 16V 大概在180多匹差了将近40匹马力还不到30多匹，将近40匹。那 2.5 16V 呢它马力大概是在190几，那跟2.3 16V 的差了大概在10匹马力左右，马力差别不大。那首先我们一定会很好奇，那为什么当时也没有 Turbo 的那个很先进的高科技因为Turbo 那个时候它的技术并不成熟所以说都是自然进气。那自然进气的话，为什么一样的排气量 2.3 8V 跟 2.3 16V 马力可以差了30多匹这个就是因为多了2个气门，多了一个进气，多了一个排气，总共就是2进2出4气门，那马力就增加这么多。那 2.5 16V 呢，它数量更少价钱更贵，现在稀有度更高。但其实它马力如果从账面上来看，只多了比 2.3 16V 多了10多匹马力以大哥的试车经验，2.3 8V 跟 2.3 16V 差别是很大的差别在哪里呢？首先你会感觉到它一样的车子，但是不同的引擎，一个 2.3 8V， 一个 2.3 16V， 它的起步你就发现说 2.3 16V 马力比较大一点，那它中尾数提速更好，因为它马力差了30多匹，一个130几匹，一个180几匹，马力肯定是差很多的。那 2.5 16V 呢跟 2.3 的 8V 2.3 的 16V 其实差别以大哥的经验来讲，差别并不大但是它马力的确比 2.3 16V 稍微大一点，但是你说差别很大，其实倒没有，但是它跟 2.3 的 8V 差别是相当大的今天如果说以多气门一个 8V 一个 16V 多气门来讲，其实 2.3 的 16V以 2.3 16V 来讲，其实 2.3 的 16V 跟 2.5 的 16V 特性是很接近的，马力稍微大一点点不是很差异性很大的差别。那但是它跟 8V 呢差别是很大的。那他们的引擎的马力出力的特性来讲，其实
2.3 16V 并没有高转速的那种特性。其实以我大哥手上所试过的车子来讲，它是很线性的哈，它非常线性，它没有说有高转速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就像 VTEC Honda 的 VTEC， 它在高速的时候特别畅快哦，并没有。那这个是多气门哦，如果以2.3 16V 来讲，其实这车子很好开啊，开起来很顺畅，那马力是很线性的。但是呢，我们以多气门在台湾市面上能够接触到的啊，比如说 M104 跟 M103，M104 是3000cc 左右，2900多，它是12V， 但是 M104 的机喷是24V。那我们刚刚提到 2.3 的 16V 的马力180出头，那 W126 M103 的马力呢，大概在账面上是186、185。那 M104 的3000是24V 的马力呢，排气量一样2900多，但是它的马力呢就到226了啊，这个就又跟差别又将近40匹，跟 2.3 的 8V 跟 2.3 的 16V 的马力差别大概很接近。那所以说它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OK， 因为那这个但是M104 的24V 机喷的 24V 呢，它就有高转速的倾向，它马力是跟 2.3 8V M101 的W201 的 2.3 8V 跟 2.3 16V。差别马力数据差别将近快40匹马力，但是 2.3 16V 很线性的，但是 M104 的 24V 呢，就稍微有一点点高转速的倾向。怎么讲？低转速的时候，其实它扭力并不好。如果以 M103 来比较的话，它低转速的扭力 ，M103 扭力感觉它比较饱满，但是它们很明显账面上就差了40匹，但是呢。转速一到3000以上，马力 M104 的 24V 马力就爆发出来了，而且很明显的。那 M103 呢，就还拖在那里上不去。当然油门踩它就当上去了。我是说定油门的时候，那所以 M104 它是偏向高转速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以大哥的在市区上跑，大哥觉得这是并不好的。那如果在赛道上面，在直线上面是没有差别尾数好就好嘛。但是在市区内，你就发现 M103 比 M104 的24V 呢，感觉上扭力比较饱满低速扭力比较满这个是题外话。那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来做这颗经过30多年的4缸 M102 引擎的4缸分油盘，它的故障检测。那经过30多年以后呢，我们的车子几乎都报废了，奥迪、沃尔沃、BMW 都不在了，几乎都不在绝大部分。日本车更不用讲所以30年车子是应该要报废了。但是八嘎巴的车子，你说8V 的，我们都舍不得报废了，何况是16V 呢 ？OK 而且它单价现在有正牌车子。单价又高了为什么？引擎不是问题，因为 M102 引擎它的下半身是铸铁的，不容易金属疲劳，不容易热变形。但是呢，30年的车子身体都不健康，为什么？因为很自然的问题，油箱是个污染源，就像楼上水塔一样，30年水塔一定没有很多脏的东西。那我们必须要去我们必须要请水电工去处理，否则的话，我们就闻到臭手味水龙头可能出水量也不够。油箱就像水龙头一样，就像楼上水塔一样，是提供汽油的地方。因为油箱的污染，把我们的分油盘堵塞了。2个状况，一个是大油道堵塞，全面功率过低，马力不足。稀薄燃烧产生高温。另外一个状况就是
啊，某一缸的堵塞比较严重，造成4缸供油不平均，引擎就会抖动，验车验不过。那无论如何，我们经过这次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这部车子能够再跑20年，因为飞油盘20年以后应该要堵塞吧，好，那在20年以内应该身体还是健康的，引擎不是问题。好，我们今天开始来做这颗编号45753的4缸喷油盆的故障检测。我们先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我们来做一个行进当中出油量的检测。OK， 好，开始。我们这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主要是要测试车子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说它系统的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它如果以这颗2.3 16V 的喷油盘，它出油量应该在190 ml 1分钟全油门。如果过多，当然燃烧不完全冒黑烟，车子又没力，验车验不过，汽油太少，马力又不足，稀薄燃烧，那又产生引擎的高温。在高速公路，可能我们要超变换车道，可能要迟滞，要慢慢的转速才会上去。当然，我们希望它是最好的空燃比，大概在14.7左右。我们现在就是在测它的行进当中的出油量。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90 ml 左右。它出油量真的是过多了哈。就像车主所讲的，第1缸230，第2缸240，第3缸230，第4缸220跟标准的出油量平均都多了大概20 ml 到30 ml 左右。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换了插压阀之后，呢没有校正，因为插压阀是决定系统出油量、行进当中出油量的一个装置。每一个插压阀一定要跟喷油盘一定要做校正它的出油量。以这个状况来讲，首先我们发现出油量过多，是因为插压阀没有校正，它应该是有更换过了所以记得插压阀如果换新的有换过，一定要做校正，否则车子一定是不正常。而且我们看到它的出油量也稍微高低不齐。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从台北市来的 W201 2.3 16V 的4缸喷油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我们看到这颗喷油盘它的出油量，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应该1分钟全油门应该是在190 ml，那它出油量过多，从210到230都有。第一个，它供油量过多，是因为插压阀有更换过，没有校正，所以供油量过多。因为堵塞是供油量太少，不可能供油量太多。第二个，它高低不齐，是因为它内部堵塞造成它出油量4缸出油量都不一样。那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测试结果。OK， 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出油量流量测试。OK，
打开定时器，开始1分钟，开始。那1分钟的出油量，也就代表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所谓的系统出油量，应该是在190 mol 左右。经过30多年的使用油箱把我们的供油系统堵塞了。这不是电子喷射或者机械喷射会碰到的问题，是所有的车子都会碰到。所以说，那因为机械式的我们可以做整修，可以做微调。那电子式的话，就可能就必须要换零件整个喷油嘴或者电脑要整个换掉，才有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就跟机械表跟电子表、石英表的情况是一样的。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第二缸都在190，第三缸192，第四缸18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是大概在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把我们之前整修之前的出油量，第一个校正回来，第二个它的误差4缸的误差都控制在一定范围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个编号45753的 W201 4缸喷油盘 2.36V 4缸喷油盘的完修后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是在主要测试这个喷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希望它每一缸的出油量能够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跟刚刚上个阶段所测试的行进当中的出油量是不一样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个编号45753，从台北市来的 W201 2.36V 的4缸喷油盘，完修后的第二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第二缸190，第三缸192，第四缸192。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3%左右，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这个喷油盘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呢，我们希望它能够再用20年，不应该堵塞。缸体不是问题。以 M102 的引擎的缸体，它应该跑50万公里不是问题。那这个喷油盘，回去之后呢，因为它是车主是把喷油盘的这个上座带过来给大哥整修，那也就是我们今天整修的重点。回去之后呢，车主只要做这个地方3 mm 的6角螺丝做微调，调整它的怠速的出油量混合比怠速的混合比。那至于怎么样调整，按照大哥的教学影片去做怠速的 CO 混合比去调整但是因为车子不在大哥手边，我们要做的检查，除了调整这个以外，还有系统的出油量回流量，也就是说引擎的汽油保姆打过来
气泡泵从这边打过来，一进流从这个地方经过油压调整器流回去，从这里流回去的油1分钟一定要达到2.4公升左右。引擎发动当中，那怎么调整呢？按照大哥的教学影片，他有让我们检查的方法。那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地方把这个6角螺丝拆掉，17号的拆掉。那至于拆掉之后，因为油箱汽油帮补打过来油是经过分油盘从这边流回油箱的，这个地方接大概我们冷气机的排水管大概那个口径那个口径，那接到这个地方再接一个筒子。引擎发动之后呢，我们来计算它从这里流出来的油有没有达到2公升以上，标准一定是2.4公升。如果没有的话，代表油箱的出油量不够，或者汽油泵不够力。如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的量，代表分油盘的供油量是不足的，你再好的分油盘也是枉然。再来蓄压器我们要按照蓄压器也不能漏油，因为一漏油之后呢，会降低我们的回流量，而且呢，会造成我们分油盘的供油量不足，它没办法正常运作。怎么样检查？按照大哥的教学影片去处理基本上这个就是我们对机械喷射分油盘的一个准备动作经过30年的使用，所有的供油系统一定会堵塞。机械还好是机械喷射，就像机械表，要有老师傅有办法调整，有办法修理。因为机械式是由弹簧、齿轮跟螺丝所组成的，眼睛都看得到，但是我们要学会如何来处理它，如何来对待它。那希望它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陪我们跑20年。电子喷射的没办法调整，没办法维修，就只好换新。OK， 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